我在刚刚开始生酮的时候，我做错了一件事，就是立刻就开始做轻断食了。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自己错了。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错误？我太早进入168轻断食，我的代谢特征是我的基础胰岛素高于常人啊，身体储存脂肪的能力很强大，但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呢相对比较弱。当你出现比较明显热量缺口的时候，你身体就会有压力啊，因为你体脂肪供能效率比较低啊，身体能量不够啊，那种压力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压力，就你皮质层会上升的，你会感受到那个压力存在，它对你的血压、对你的血糖、对你整个情绪的变化都有影响的。但我那时候就扛着这个压力，因为不懂嘛。你们有的人会看到我现在的状态说你也不瘦啊，我永远不会变瘦的，因为我的代谢特征是高胰岛素的人啊，高胰岛素的人可以有很多的肌肉，但是呢他不可能变成一个瘦子，就是因为胰岛素高的人身体容易储存脂肪，比较难燃烧脂肪，所以减到最后也就那样了。可是对一般的人来讲，如果说你的基础胰岛素是在中等范围，你的身体是可以容易储存脂肪，但是同样的你身体也可以很容易的可以燃烧脂肪。这两个区别很大啊，一个是容易储存不容易燃烧，一个是容易储存也容易燃烧。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的胰岛素是中等的了还是偏高了还是偏低的了，当然比较科学的方式是去医院检查你的空腹胰岛素。空腹胰岛素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数字。我第一次去医院请医生开单帮我测空腹胰岛素的时候，医生是用很困惑的眼光看着我的，说你测这个干什么？没有参考价值啊。当医生说没有参考价值的时候，我是一定要去弄明白为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去读书了，我就去学习了。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了，我们体内胰岛素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波动很大的，非常有可能你这1分钟测了一个，转过头去跟隔壁的人吵了2句嘴，回来再测一个就不一样了。你今天早上测了一个，你今天夜里睡不好，明天早上再去测一个，它又有很大区别。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讲，要拿一个空腹胰岛素来判断你如何了，他没有办法参考啊。所以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去测了一次，再过了几天以后，我在我状态比较平稳底下，我又去测了一次，我连续测了几次以后，我知道了我的范围大概在哪里了。我的空腹胰岛素现在你再怎么测，就是在15.2左右，这是我的空腹胰岛素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见过很多人的数据了哈。如果你没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，空腹胰岛素比我高的人呢，我说实在话我还没碰到过。绝大多数的人的空腹胰岛素呢，在6啊、7啊、8啊这样比较多，然后呢往下走的也有，5啊、4啊、3啊也有。那当我在观察他们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空腹胰岛素偏低的人呢，个子就比较小，骨架子小。空腹胰岛素在6啊、7啊、8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等身材。空腹胰岛素到了10以上呢，都是大块头，骨架子也大，骨骼大。你有个简单的办法，就是用手指头啊包着你的手腕啊，包都包不住。如果你包住了还很空，估计你就空腹胰岛素比较低的人了。我是包不住的，我2个手指头碰不到一起了，可能性很高的，你空腹胰岛素比较高。就大概用这个方式也能够稍微判断一下。空腹胰岛素特别高的人，我们的代谢特征是容易储存脂肪，胰岛素越高，你身体储存脂肪的力量就越厉害，然后呢，燃烧脂肪的能力就越低。那胰岛素中等的人呢，是天之骄子，你既容易储存脂肪，你也容易燃烧脂肪。还有就是胰岛素偏低的人呢，身体储存脂肪的能力比较低，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非常高，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个子都瘦瘦小小的，身上没什么肉，他长不胖的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人同时还有一个特征呢，身上没有肌肉。因为身体要合成肌肉也需要胰岛素的帮助的，他身上你很难摸到结结实实的肌肉，所以不同的代谢特征在现代高糖饮食的情况下，你的健康情况、你的身体的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。包括2型糖尿病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分型啊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跟结果，那是很有趣的知识，我们以后再去分享。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情况下，我说我轻断食是犯下了一个错误，因为我身体不容易燃烧脂肪，饿了半天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不管你做什么形式的断食，永远记住这第一个基本原则：不挨饿。任何人会跟我说断食怎么能不挨饿呢？我告诉你，正确的断食是不挨饿的。你要了解这里面的诀窍在哪里，就你身体在一个供能平衡的状态下，你就不会挨饿了。一般来说，做168轻断食的人是会有若干卡路里的这个热量缺口的，你吃进来的热量跟你输出的热量就失去平衡了，供能就不平衡了。在这种供能不平衡的状态下，你的身体就要从身体里面去寻找能量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了嘛，所以你体内要有足够的能量来供应。我们身体的细胞对能量的需求24个小时不停的，
我们身体有的细胞里面可以储存一点能量的，有的细胞里面一点能量都无法储存的，尤其是这里啊，这里的细胞完全无法储存能量，所以你发现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情绪就不好了，脑子发晕了，脑子发胀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能量了，它是没有储存能量的地方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我在轻断食的时候，能量不平衡的时候，又没有体脂肪可以用，你可以想象到我那种不舒服的状态，或者有压力的状态。你的胰岛素是在中间状态的，你就会觉得蛮轻松的。可是如果你也感觉到不舒服，你也感觉到严重的饥饿感的时候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功能不平衡来自于哪里？它不来自于你身体体脂肪拿不到，来自于你饮食里面热量吃太少了，你热量缺口太大了。所以你要了解，我们的身体不会无限量容许体脂肪来填补能量不平衡。所以如果你的代谢特征是在中等的，你身体可以顺利的拿出体脂肪来用，可是你还是觉得明显的饥饿，明显的不舒服，你需要把你的饮食里面脂肪的摄入量稍微提高一点，因为你的身体在燃烧体脂肪的，你饮食里面这个时候摄入脂肪对你是最有利的。如果我们讲到这里还不是太难理解的话，下一个问题，我是怎么做到功能平衡的？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改成168轻断食以后，我就没有回过头了。我的功能不平衡，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我慢慢开始增加运动，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到健身房里面去把自己拼得死去活来的运动，也不是叫跑步机上去每天跑1个钟头，都不是。我去散步，我开始告诉我自己我要去散步，我要开始动起来了。你们大家听了以后，你们别笑说散步叫什么运动啊？那我跟你们，我们现在在探讨的一个不是运动员的这个生活，我们在探讨一个代谢极度不健康的一个人啊，要如何恢复他的健康，要如何把他的代谢状态调节到跟他的饮食跟他的生活能够契合。因为我的代谢特征，身体燃烧脂肪的效率比较不好，我需要提高身体燃烧脂肪效率。为什么我选择散步呢？任何人不管你的饮食结构是什么，你去散步的时候，你身体所消耗的能量并不多，因为散步强度低，但是散步消耗的能量100%来自于脂肪，它可以来自于你吃进去的脂肪，它也可以来自于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。当我饿得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去散步。我在我办公室附近有一个公园，我就去走半个钟头，走45分钟，后来走1个钟头。我告诉你，刚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饿的，走完的时候是不饿的，走完了以后人就舒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的脂肪来了，脂肪供能啊跟接上来了。你体验过了以后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原来如此，真的很舒服。所以我的168呢，痛苦了几个月以后，透过散步啊，这个问题就非常自然的就解决，很轻松的就做到了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身体的状态一直在改善，精神状态也在变好，我的关节呢已经开始几乎不再痛了，我就开始比较有野心了。我公司附近有一个公园，是一座小山呢，那一座小山，根据我去过的朋友跟我说，一般人上去下来大概2个小时，我就去了。结果我上去就下不来了，因为我好不容易花了2个多小时走上去了，下来的时候我膝盖痛得受不了了，就是几乎要崩溃了。我坐在那个台阶上啊，走个几步就坐在台阶上休息休息，我花了4个钟头才走下来的。然后呢，我的膝盖关节炎就发作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没有吃药哈，我等它过。等到8天，我膝盖好了不痛了，我又去了，我又去爬同一座山了。这一次呢，我3个小时下来了，下来以后我膝盖又痛了，我膝盖痛了4天，好了，好了以后我又去了，我不到3个钟头我走下来了。我膝盖痛了2天，好了。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再去，下来膝盖不痛了。我以后再去，膝盖都不痛了。各位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爬这个山呢，对我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。我一直强调，告诉大家说，压力对我们是最不好的东西了。可是适当的压力啊，是一种训练；过度的压力是一种伤害啊。那我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不够。我第一趟从那个山上下来，给我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这时候身体制造了很多的肾上腺素啊、皮质醇啊，因为这叫压力激素了。你压力大了，是这些激素就来了。这些激素多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关节痛。我就是膝盖痛了整整8天啊。我第2次再去走的时候呢，他回来只痛了4天，说明什么了？说明同样的强度啊，对我身体来说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。我第2次去的压力没有第1次那么大了。等到我第3次去的时候呢，只痛了2天了，表示我第3次去，我体能状态比较好了，压力变得比较小了以后，影响越来越小了。最终我去走它以后，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压力了。
所以我关节就不会痛了。所以各位，痛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信号，告诉我们说哪里做的不对啊，痛啊，就是哪里做过头了。如果你痛的时间过长了，那是有伤害的。你去练肌肉，拿完哑铃、拿完杠铃以后，你肌肉会痛，痛了2-3天之后，你的肌肉恢复了，恢复以后你会比原来更好，这个叫训练。可是如果你痛了2个礼拜还不会好，这个叫生病了，这里面是有区别的。所以我们大家了解这样的状态以后，我终于知道说，原来我们身体对压力的耐受啊，是可以透过训练提高的。但是这个训练呢，是要有计划的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来的，不能操之过急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等于把运动加入了我的生活的常态。我喜欢登山，我喜欢徒步，经常到了周末，我就会找一些野线的，真正徒步野线，带了登山棒，背了背包就去徒步了。有的时候我最厉害的一次徒步，连续徒步了8个钟头啊，脚上起了几个泡才回来的。这我喜欢它的其中一个原因啊，有挑战性，你会觉得战胜自己是一种很快乐的事啊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开始运动了，开始徒步了，减体重的这个过程大概已经来到了第10个月，这时候我体重已经下降了35公斤了。168轻断食也做得非常顺利了，我每天中午吃一顿，晚上吃一顿。其实我做的不是168，其实我做的是186，但是无所谓了，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后面我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设计长时间的断食，不同代谢特征的人适合哪些断食，我现在的断食节奏是怎么样的，这8年的生酮状态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哪些改变，为什么吃到满足感很重要，这些问题我会在下一期视频讲给你们听。订阅Bobby健康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